我到达京城和亲那日，天朝的郡主将我灌醉，穿上我的嫁衣，上了东宫的花轿。第二日我醒之后，沈玉昭已与太子完成夫妻之礼。既然错已铸成，玉昭已成了我的女人，我要娶她为侧妃。有玉昭替你打理东宫，你只需做个享清福的太子妃，不好吗？欺人太甚！臣这便传书王城，请我澜沧10万铁骑入京，不死不休。皇上有旨，长乐郡主沈玉昭欺君罔上，破坏两国邦交，罪恶滔天，即刻斩立决。殿下，救救昭昭！太子登基后，下令攻打澜沧，让我亲眼看见我父王母后被斩杀于城楼下。若非澜沧苦苦相逼，玉昭怎会死？她本可以好好活着，为我生儿育女，都是因为你。这是圣朝的驿馆，我竟然回到了大婚前夜。公主殿下，长乐郡主求见。进来。公主，明日便是大婚了，我奉太子殿下之命，特意来陪陪你，顺便教教你咱们这京桌大婚的礼仪和习俗。明征初入京城，诸多规矩都不懂，以后还请郡主多加提点。太子殿下特意让我送来一壶秋露白给公主殿下，这可是京中贵人们皆喜欢的美酒，外面可是绝对没有的，还请公主好好品尝。这一次我会成全你们。郡主，我头好晕啊！公主你没事吧？一个外族的公主也配当我天朝的太子妃，简直做梦。我与太子哥哥情投意合，只有我才配得上他。一个外族的女人，只配做个傀儡罢了。一个外族的女人，只配做个傀儡罢了。去吧，花轿在等你，太子也在等你。只是这一次醒不过来的不会是我。希望你喜欢我送你的礼物，沈玉昭。公主，你怎么还在屋内？怎么也无人叫醒我，迎娶的吉时可到了。大人，公主她没上花轿。公主殿下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上花轿的人是谁？快去拦住，绝不能外堂！这怎么会有2个新娘子？昨晚长乐郡主来见我，说是要教我京中礼仪，我喝了她带来的酒，便昏睡不醒。如今已到出嫁的吉时了，2个时辰前，东宫就已经将新娘带走了，不仅把她带向我们，让我们在后面院收拾行装。原来你们圣朝是早早就给我们公主设好了局。怎么，这难道是你们圣朝皇帝的意思？如此折辱我伦苍，你们若既无结亲之意，又何必求娶伦苍公主？公主殿下，这绝不是皇上的意思！快备马！备车。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要冒充本宫做这个太子妃。立成！殿下，我好热啊！这楚明熙竟如此放肆，大礼未全就当众出山，未成结发礼，为喝合金酒便急不可待，真是伤风败俗。大礼未全就当众出山，未成结发礼，为喝合金酒便急不可待，真是伤风败俗。太子殿下真是好福气啊！这澜沧来的公主真是热心。太子殿下今夜那可是有大福了。殿下，我今日美不美？殿下，如此品行不端之人，如何能做我天朝的东宫之主？回去必要将此事一五一十的禀明皇后娘娘，真是个不要脸的妹子！沈玉昭，我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停下！新娘子弄错了，真正的公主殿下在这里呀！
竟然在这里，那里面这跟太子殿下的人究竟是谁？那个急不可耐的狐妹子，居然是个冒牌货！什么人这么大胆，竟敢冒充澜苍公主嫁给太子？萧慎、沈玉昭，我这次不参与其中，我倒要看看你们能如何脱困，不要让我失望才好啊！昨日太子殿下特意派长乐郡主来驿馆，说是要教我宫中礼仪，还赐了一壶酒给本宫，将本宫灌醉。可如今我醒来，太子殿下却已然拜堂成亲，两国联姻竟被人如此践踏破坏。本宫今日倒在往亲眼看看，冒充究竟是谁！来人，把门给我撞开！遵命。长乐郡主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昨晚还带着酒来驿馆与我共饮，还亲口与我姐妹相称。原来你费尽心机做这一切，只为了冒充我的身份嫁入东宫。沈玉郎，你骗得我好苦啊！我要即刻进宫面圣，我要亲自问问圣朝皇帝，你们欺我伦仓至此，将两国盟约视为无物，是想向我伦仓宣战吗？我要亲自问问圣朝皇帝，你们欺我伦仓至此，将两国盟约视为无物，是想向我伦仓宣战吗？大婚当日，竟纵容一个郡主冒充伦仓公主出嫁，简直滑天下之大霄！绝无此事，公主殿下息怒啊！皇上绝对没有此意，这其中定是有什么误会。殿下，昭昭好怕。玉昭不是一般的女子，她是有诰命在身的郡主，如今错已铸成，孤作为男人，自然要负责。你放心，这太子妃之位仍是你，但今后东宫你们平起平坐，事务交由玉昭打理，要跟她学高门礼仪，不得给姑丢脸。让本宫和一个冒牌货学礼仪，和一个爬床的人学高门贵女的气度。我们澜苍人确实不懂，原来你们京城贵女的教养竟都是这般模样的，原来圣朝的贵女竟是这般不知羞耻。今日真是让明章心服口服。公主别误会，这是沈玉昭自己不知廉耻，咱们京城贵女可知书达理，不是她这样的。莫说是替嫁爬床了，就算是与外男私下见上一面，那也是不能的，可不是吗？一见着太子殿下，便这样急不可耐、不知自重的退了衣裳，半点女儿家的体面都不要。殿下明鉴，玉昭真的不是那等不知廉耻之人，玉昭真的不是想抢公主的婚事，更不是故意要破坏大婚的。殿下，玉昭，若公主殿下非要怪罪玉昭，那玉昭宁愿现在就以死向公主谢罪。玉昭，姑会为你做主，你别怕。明生，这是一条人命啊！你自己贪灯醉酒，玉昭为澜苍的颜面，才委曲求全替你出嫁，你不感激他恩情便罢了，你这般狠毒的心肠，如何配做我圣朝的太子妃？姑的身边绝容不得你这样的毒妇！毒妇！今日便请在场的诸位做个见证，看看谁才是毒妇。来人，把昨晚长乐郡主亲自送到驿馆的那壶酒带上，进宫。本宫要请圣朝的皇上替本宫做主，把昨晚长乐郡主亲自送到驿馆的那壶酒带上，进宫。本宫要请圣朝的皇上替本宫做主。公主殿下，千错万错都是玉昭一个人的错，是玉昭猪油蒙了心，是玉昭太爱慕太子殿下了，一时糊涂才犯下大错，只求公主殿下开恩，给玉昭在东宫留一个安身之地就好。玉昭以后绝不敢再跟您争半点宠爱，求公主殿下。你以为这是你们京城高门里普通的妻妾嫁娶吗？这关系到的是两国邦交，岂容你用这种卑劣凹撒的后宅手段肆意破坏？此事必须上达天听，请陛下亲自做主。姑警告你，出嫁从夫，你给姑看清楚，这里是圣朝，不是你那穷乡僻壤的龙仓。你今日若敢把此事闹到父皇面前，再敢忤逆姑半句，今后在这东宫，姑保证绝没有你的好日子过。楚明征，你给姑记清楚，你现在是姑的太子妃，姑说此事不许再闹下去，你难道听不明白吗？你就算再是澜苍的公主，到了我天朝，也得老老实实的屈居在这储君之下。我楚明征，堂堂澜苍国嫡出公主，本宫千里迢迢来到圣朝，是为了两国盟约，绝不是来受你们这种下作折辱的。与圣朝势强，但我澜苍亦不弱，况且今日这合锦礼未毕，你我之间尚未成亲，你还管不到本宫的头上。如今你已与别人行了夫妻之礼，那你我两国之间的这场婚事便就此作废。我楚明熙绝不会要一个脏了的男人。楚明征，你这大话未免说得太早了，你不嫁给姑，你还能嫁给谁？这全天下除了父皇，只有姑的地位最为尊贵，只要姑不同意退婚，这天底下你谁都嫁不了。你若不信，那可以试试。好啊，那殿下不如拭目以待。哼，
还愣着干什么？快跟上进攻啊！陛下，我伦仓国虽远，但身为伦仓王女，也绝不能受此等奇耻大辱。大婚之夜，太子另娶他人，长乐公主更是用这壶酒下药陷害，这桩桩件件，分明是对我伦仓蓄谋已久的算计与践踏。本宫绝不愿嫁这等卑劣无担当的太子，我与太子的婚事就此取消。事关两国百年邦交，这婚事绝非儿戏。可是眼下除了太子之外，朕的另外2个成年皇子皆已娶了正妃，成了亲。若是只给他们，哪怕是做平妻，只怕也是辱没了公主的身份。陛下，那国书上写的是我楚明征要嫁的，是你们天桃的皇室之人，他也算是皇室之人，我要嫁他。他也算是皇室之人，我要嫁他。你说什么？你要嫁他？萧正安当殿怒斥萧慎毁信弃义，也是萧正安护送我回到伦堂。陛下，国书上写的是明征嫁入圣朝皇室，但并未写明明征就一定要嫁给太子。楚明征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太子殿下，你与长乐郡主如今已然有了夫妻之实，本宫若再嫁入东宫，岂不是让我整个澜沧成了笑话？楚明征，姑刚才在东宫就已经说过，太子妃之位还是你的。正妻未进门，太子便先和旁人成了礼，这太子妃之位，太子还是自己留着吧。这太子妃之位，太子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公主殿下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您本就是要嫁入东宫，嫁给太子殿下的呀。如今您仅仅因为一时之气，转头便要在大殿上改嫁给靖王殿下，这要是传扬出去，对您一个未出阁女子的名声也是极不好的呀。长乐郡主都敢替嫁了，我堂堂伦仓公主还怕什么名声？不是的，我是为了替你保住颜面。诸位大人，你们可都听见了？在圣朝冒充别国的公主出嫁，竟然叫保住颜面？公主殿下，此事绝非圣朝礼制。既然不是礼制，那便是沈玉昭一人的私心。楚明征，你别咄咄逼人，玉昭已经知错。他知错，伦仓便要受辱；他知错，两国国书便能当儿戏。正安，你意下如何？正安，你意下如何？皇叔一向不近女色，楚明征不过是想用澜沧国公主的身份强行逼皇叔娶她罢了。太子殿下慎言，我们公主不曾逼迫任何人。皇叔，你不会答应的，对吗？两国联姻乃是国事，太子既即毁约，臣弟愿娶楚明征为妻。皇叔，你要与侄儿争？你们未拜堂，未合礼，她从来不是你的妻。本宫不是物件，不是谁先指了婚，便是谁的。晋王愿娶，楚明吉也愿嫁，此事便不算违背国书。太子，今日的事还嫌闹得不够大。皇上，都是臣女一人的错，可太子殿下他是受臣女蒙蔽，并无错，求皇上不要因为臣女一人牵连了太子殿下，求皇上不要因为臣女一人牵连了太子殿下。沈玉昭，你倒是处处都护着你的太子殿下呀，可你暗算我时，你可曾想过，国情也绝不是那种任由你肆意摆动的蠢物。公主，这暗算之事，大理寺还未查清，不可妄下定论。来人，把那壶秋露白给我呈上来。长乐郡主，既然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无心之失，那便请陛下即刻传太医来验一验，让全天下人都看看你特意送来的这壶酒里究竟藏着什么好东西。不必验了。为何不必？郡主已然糊涂到能带药入驿馆，糊涂到上花轿，还是糊涂到能与太子洞房？楚明卿，让他说，今日他是苦主，也是楚明征，他为何不能说？还太医，今日他是苦主，也是楚明征，他为何不能说？还太医。陛下，明昭只求一个公道。若验出这酒中确有迷药，朕自会给伦仓一个交代，也该给他一个交代。玉昭，别怕。太子殿下，当着陛下的面，还要护着一个罪人。楚明征，你休要胡搅蛮缠，眼下太医还在查验，事情还未查明。好啊，既然事情还未查明，那就请太子殿下闭嘴，安安静静的等太医查明。回禀陛下，
这壶秋露白中确实掺有蒙汗药，药量如何？回陛下，此药药量极重，若是常人饮下几杯，足以毫无知觉的昏睡上整整一夜。若是常人饮下几杯，足以毫无知觉的昏睡上整整一夜。陛下，这便是你们圣朝给天下人给我澜沧的交代吗？使臣稍安勿躁，此事恶劣，朕自会彻查清楚。长乐公主，铁证如山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皇上恕罪，臣女只是一时糊涂，臣女绝不是有心要害公主的。不是有心？好，那我问你，那壶里的蒙汗药是谁放的？那壶酒又是谁亲手带进驿馆的？那件嫁衣到底又是谁穿走的？那就是臣女带的，可臣女只是怕公主醉酒误了出嫁的吉时。哦，原来怕误了吉时，便能堂而皇之的给我下药，便能直接穿走我的嫁衣，便能冒充本公主的身份去嫁给太子。便能直接穿走我的嫁衣，便能冒充本公主的身份去嫁给太子。父皇，玉昭的父兄皆是为国战死，他从小孤苦无依，今日虽犯下，算绝非大奸大恶之人，儿臣愿意负责。事到如今，你竟还在替他说话？殿下口口声声说负责，意思是让我整个轮仓咽下这口窝囊气，好让沈玉昭继续留在你身边。他已经是孤的人了，楚云章，你最好别把事情闹得无法收场。闹？事情不是我闹大的，是你们把我们轮仓的脸面死死踩在了地上。公主殿下，我愿意赔罪，我怎么赔罪都行，只求您开恩，留我一条活路吧。你现在想要活路了？那你暗算我时，怎么没给本宫留半条活路？够了！朕念你父兄为国捐躯有功，托力封你为长乐郡主，是让你知恩图报、谨守本分的，不是让你拿着这份恩典在这天子下胡作非为的。今日毁的是两国盟约的联姻，坏的是我整个圣朝的信义，在这天子下胡作非为的。今日毁的是两国盟约的联姻，坏的是我整个圣朝的信义。皇上，臣女知错了，臣妾真的知错了。父皇，太子，今日若敢再为他求半句情，便跟着他一同领罚。前世你也是这般处处护着他，如今沈玉昭活着，我倒要看看，在权力的倾轧下，你们这份所谓的深情厚谊究竟能走多远。传朕旨意，沈玉昭陷害澜沧公主冒名替嫁，有损两国颜面，触夺其长乐郡主之封号，贬为庶民。父皇，再有求情，罪加一等。皇上，臣女不能没有郡主封号。庶民沈氏，你该谢陛下留了你的性命。楚明章，你满意了？陛下，沈玉昭的罪既然查清了，那太子与本宫的婚约也该有个了断。你仍要嫁晋王？是。你仍要嫁晋王？是。姑不同意。你没有资格不同意。太子，你还嫌今日不够丢人吗？父皇，玉昭如今已经被贬为庶民，无依无靠，儿臣不能不管他啊！哼，你倒是有情有义。太子殿下的情谊，若只用在一个女子身上，倒也难得。可惜，本宫还站在这里。楚明章，你非要这样说话吗？殿下非要这样做事，本宫只能这样说话。陛下，今日之事关乎两国颜面，我澜沧必须要一个明确的答复。使臣，朕已经严惩了那沈氏。陛下，沈氏是沈氏，婚约是婚约。明征与太子未拜堂，未合礼，未入东宫名册。如今太子另娶，此婚约自然作废。公主所言并非无理，此婚约自然作废。公主所言并非无理，礼部尚书，你也要帮他。臣只按礼法说话。殿下不是最讲你们中原的礼仪吗？怎么，如今礼部尚书在这大殿之上说起礼法，你倒不爱听了？国书不可废，两国联姻也不可废。既然晋王愿娶，朕便重新下旨。父皇，楚明生他是儿臣的未婚妻。你方才还说沈氏是你的人，殿下既要沈氏，又要我轮苍国公主，天底下的好事怎能都落到殿下手里？公主殿下，你已经抢走了我的郡主封，还要抢走太子殿下吗？庶民沈氏，你弄错了，不是被我抢走的，是你自己抢过去的。我与太子殿下是真心相爱的，那便祝你们真心长久。我与太子殿下是真心相爱的，那便祝你们真心长久。只是你的真心，莫要再踩着我们轮仓的脸面。礼部，拟旨。澜沧国公主楚明征端庄持礼远道而来，朕念至两国盟好，特赐婚于晋王萧正安，则即日完婚，按亲王妃最高礼式全权操办。臣遵旨。
臣必亲自死死盯着，绝不敢再有半点差池。明征，谢陛下恩典。臣弟领旨。父皇，此事若传出去，旁人会如何看儿臣？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，旁人更会如何看你？陛下，皇后娘娘听闻东宫生变，问是否要将沈氏带去问话。父皇，玉昭已经受罚了，不必再惊动母后了。皇后掌管后宫，自然该知道。父皇，玉昭已经受罚了，不必再惊动母后了。皇后掌管后宫，自然该知道。殿下，我不去。别怕，我会护着你。晋王妃的婚礼，礼部不得再有半点差池。陛下，明征，还有一事，我兰陵卓至宝的嫁衣已经被沈氏毁了。我没有毁，冒领了本宫的身份，污了本宫的婚事，你还想说没有毁？上一局重置王妃婚服，一应费用皆由宫中出。明征，谢陛下恩典。楚明章，你会后悔今日的选择。殿下还是先想想怎么安置庶民沈氏，请殿下还是先想想怎么安置庶民沈氏，请。公主殿下，公主，你真要嫁那位晋王？国书不可废，联姻不可断，晋王是最合适的人。可晋王毕竟是圣朝亲王啊！太子也是。太子无德，晋王虽有威名，却也曾与澜沧在边境交过手啊。正因交过手，才知道晋王是什么人。晋王守边多年，从不纵兵扰民，也不轻易挑起战事。澜沧边境百姓聚其兵锋，却也知劲头少规矩。公主，今日大殿上，恭王也替您说了话呢。晋王说的是理。太子今日如此护着沈氏，今后必不会善罢甘休。皇上也曾吩咐，若公主在圣朝受辱，澜沧不会做事。今日不是开战的时候，沈玉昭羞辱澜沧，所以沈玉昭从郡主变成庶民。太子若安分，只是失一门婚事；若不安分，失的可不止这些。沈玉昭都这般了，竟还想跟着太子进东宫，真是便宜沈玉昭了。进东宫未必是好事，沈玉昭想要的是太子妃的尊荣，不是东宫里吃人的规矩。只怕他根本容不下沈玉昭，这京中那些自诩清高的贵女命犯，也绝不会再容他沈玉昭半步。公主殿下，晋王府送礼来了，请进。王妃安。圣旨刚下，管事不必如此。王爷说了，圣旨既下，这礼数便不能慢。公主，澜沧红木盒、辟邪阴灵、祈福香草树，还有我们王室独有的祝词，这全都是我们澜沧大婚的独有婚俗啊！王爷亲自问过澜沧使臣，王爷说，王妃远嫁京城，婚礼虽按圣朝亲王妃礼制，也绝不该失了故乡规矩。晋王殿下倒是有心，替我谢过晋王。晋王殿下倒是有心，替我谢过晋王。王爷还有一句话，王妃的嫁衣若被人毁了，便重新做。我晋王府娶王妃，绝不用旁人碰过的旧物。这次我楚明信绝不必再捡别人剩下的东西。看来晋王殿下并非只是敷衍。晋王若只是想敷衍，今日他便绝不会在大殿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应下这门婚事。王妃若无别的吩咐，小人这便回府复命了。另外，王爷吩咐，今夜若王妃方便，殿下他要亲自来与王妃商议婚礼事宜，两国联姻不能只靠礼部传话。公主，晋王殿下来了。亲自来了？管事不是说今夜才来吗？今日宫中事多，让诸位受惊了。晋王殿下言重，可方便说话？王爷既带了礼部和女官，自然方便。王妃，可方便说话？王爷既带了礼部和女官，自然方便。王妃，3天后纳采，5天后请期，这婚上却初定在10天后。时日太急，这两国国书如今已然昭告天下，若拖得太久，只怕外头的议论会更多。若王妃觉得急，可延后。殿下不怕外头的议论？议论不会比今日的东宫更难听。好，10日便10日，礼部只要别再弄错新娘子。王妃放心，绝不会再有此事了。嫁衣，宫中上衣局会做一套，王府也会另备一套龙仓婚服。王爷早已准备，在大殿上答应后，便立刻让人去办了。婚事既定，便绝不能让公主受半点委屈。便立刻让人去办了。婚事既定，便绝不能让公主受半点委屈。
王爷为何答应与本宫联姻？你是伦苍国的公主，今日受了这等奇耻大辱，若无人接下这门婚事，两国必生些嫌隙。只是为了两国，也是为了殿下。王爷就不怕太子记恨？他已经记恨，储君可以有私情，但绝不能让私情坏了国事。王爷不争权位，若这权位落到了不该落的人手里呢？不争，殿下担心太子。本宫担心伦苍。殿下该担心，太子今日能为了一个沈氏轻没伦苍，今后自然也能为了旁的事儿轻没伦苍。那本宫嫁入你晋王府，能换伦苍安稳吗？本王能保证，本王在一日。那本宫嫁入你晋王府，能换伦苍安稳吗？本王能保证，本王在一日，不许有人借这桩婚事辱伦苍。前世他也是这样，可那时太晚了。沈玉昭不会就此罢休的，他背后有太子护着。那便看太子能护他多久。靠旁人护着的人，若不知进退，迟早连护他的人也会累。夜深了，我不便久留。婚礼诸事，若殿下有不愿，直接让人来晋王府说。若本宫不愿穿宫中婚服呢？礼部可是会说不合规矩的。那便不传。规矩是为人立的，不是让人受委屈的。明日王府会送嫁衣样子来，殿下若不喜，便让他们重改。王妃的嫁衣不该用旁人剩下的。听说了没？东宫大婚的新娘子换成郡主了，那个澜沧来的公主怎么办？斩将晋王了呗。殿下，旁人如今都在笑我。有姑在，谁敢笑你？殿下，旁人如今都在笑我。有姑在，谁敢笑你？你兰姑！殿下，皇后娘娘有令，沈氏如今无名无分，不可入东宫正殿。四宫令，我是太子殿下的人。沈姑娘慎言，东宫的名分要皇后娘娘点头。姑要留谁在东宫，还要旁人准许？殿下是储君，更该守规矩。四宫令从前可不是这样待我的。从前您是长乐郡主。放肆！姑今日偏要带他进去。若殿下执意如此，便请殿下去凤仪宫说话。偏院已经收拾好，衣食用度不会短了沈姑娘。我在殿下身边多年，如今只配住偏院。殿下，玉昭不想去偏院。姑不会委屈你。带路，姑去见母后。殿下，玉昭不想去偏院。姑不会委屈你。带路，姑去见母后。母后为何如此为难玉昭？本宫为难他？他下药害楚明城，偷穿嫁衣入东宫，是本宫让他做的。他只是一时糊涂，儿臣愿意负责。拿什么负责？拿你这储君之位，还是拿我朝的颜面？你当着满京城宾客的面护着一个冒名替嫁的女子，也是糊涂。皇后娘娘，都是玉昭的错，求娘娘不要怪罪太子殿下。玉昭愿意为奴为婢，只求留在殿下身边伺候。你当然有错，你若真知错，就该离东宫远远。母后，儿臣只求母后给他一个容身之所。容身之处可以有，名分没有。娘娘，玉昭已是殿下的人了。沈氏，你如今只是庶民，再拿这话要挟东宫，本宫便让人送你出宫。母后不能这样！你毁了一场国婚，还不只是太子？今日跪在殿外领罚的人，就该是你。你毁了一场国婚，还不只是太子？今日跪在殿外领罚的人，就该是你。父皇不会废我。储君之位，不是护着一个女人便能坐稳的。殿下，玉昭还是走吧，免得殿下为难。你哪里也不去。母后，儿臣定会给玉昭名分。你敢？儿臣心意已定。娘娘，真让沈氏留在东宫，太子殿下不会罢休的。先让他住偏院，去查一查，看看这京中还有哪家贵女适合入东宫。娘娘的意思是要给太子殿下择妃？东宫不能让一个庶人女子乱了规矩，适合入东宫。娘娘的意思是要给太子殿下择妃？东宫不能让一个庶人女子乱了规矩。王妃，您看看这绣工和图样，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做得很好。皇上特意吩咐了，绝不许怠慢王妃。这都是上衣局几十个绣娘连夜赶制出来的，定能赶上您与晋王殿下的婚期。有劳，王妃可是觉得哪里不妥？没有不妥，只是这不是我们伦苍的嫁衣。亲王妃福制向来如此，若王妃有伦苍的习俗，上衣局也可添些纹样。不得无礼，礼制既定，便按礼制来。公主，那日被沈氏穿走的才是王后亲自命人做的嫁衣，沈氏真该还回来。那件已经不能用了，她便是还回来，
本宫也绝不会穿。奴婢只是心疼。心疼也无用，日子总是要往前走。心疼也无用，日子总是要往前走。王妃，殿下命奴婢送嫁衣来。嫁衣是澜苍嫁衣。公主，这真的是咱们伦苍的婚文？晋王殿下特意请教了伦苍绣娘，又问过了使臣，殿下说不能只图个像，还要合规矩。这纹路是伦苍新婚祈福用的。对，一点都没错，都是10日内赶出来的。绣娘本就在京中，殿下花重金连夜请入府的，又让王府绣房帮忙，这才将凑齐了这些。殿下还说，若王妃有半点不喜欢，便让人拿回去重改。晋王殿下对咱们公主是真的好，这话可别出去乱说。不用改了，这上面的银铃是谁添的？回王妃，天说兰夏特意子出嫁时，这铃声是用来报喜的。前世那套被沈玉昭穿走，我连再看一眼都不能。今生这套摆在这里，无人能夺，也无人敢夺。前世那套被沈玉昭穿走，我连再看一眼都不能。今生这套摆在这里，无人能夺，也无人敢夺。晋王殿下这番礼数周全，用心良苦，我兰昌定会记下这份情谊。使臣大人言重了，我家殿下说，王妃远嫁和亲，晋王府就该让王妃也让澜苍知道，在这偌大的京城，也有我们王妃的立足之处。公主，成亲那日，您穿这套吧。穿。好啊！王上王后若能见到此景，必定安心了。去写封信回澜苍，告诉父王母后，明征没有受委屈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写。王妃，礼部刚刚来报，婚期已经定下了，3天后纳采，10天后正式成婚。知道了。10天后，公主便能真正出嫁了。3天后纳采，10天后正式成婚。知道了。10天后，公主便能真正出嫁了。公主，这才像您真正出嫁的样子。今日是大喜，不许哭。不哭。皇妃，晋王府迎亲的人进到了。公主，老臣送您上轿。吉时到，请王妃上轿。公主，澜苍以您为荣。告诉父王母后，明基一切都好。老臣记下。乔建伟，这气度，这排场，这才是伦苍国长公主啊！可不是嘛！晋王府的婚礼办得稳妥，比前几日那场强了100倍不止。晋王亲自盯着，看谁还敢再弄错新娘。起轿迎王妃。晋王府的婚礼办得稳妥，比前几日那场强了100倍不止。晋王亲自盯着，看谁还敢再弄错新娘。起轿迎王妃。晋王这么多年未曾娶妻，没成想如今倒娶了这位澜苍国公主。哼，总比东宫那桩荒唐事好。花轿临门，请新郎下马迎新妇。王妃到。1拜天地，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若累了，便告诉我。还撑得住。别硬撑。王爷今日话倒多，只对你说。公主，今日一切都顺顺当当，礼部自然是不敢再出错的。可不是嘛？奴婢今日瞧得真的，那位礼部尚书大人今日可是一步都不敢离开花轿。奴婢今日瞧得真的，那位礼部尚书大人今日可是一步都不敢离开花轿。王妃，您先用些点心垫一垫肚子，王爷怕您饿着，早就吩咐了厨房按着伦苍的口味备下的。萧正安，你真的很好。可累了？比在大殿上轻松。那日你站得也稳。不稳，便会被人踩下去。今日不会。王爷怎知不会？我在这里。殿下，这是做什么？叶礼良，殿下倒比太子知礼。别拿我与他比。好，不比。殿下既入了晋王府，府中一应事务往后都交给你。殿下既入了晋王府，府中一应事务往后都交给你。王爷不怕我把晋王府全搬回伦苍去？若殿下真想搬，先告诉本王，本王帮你加车。明征，今后你不是孤身一人。给晋王请安，给晋王妃请安。从今日起，我在圣朝不只是楚明镜。瞧这位澜苍公主的气度倒是端庄，比起那位
这才是真正的金枝玉叶。昨日的婚礼，礼部办得还算妥当，皇帝可有怠慢王妃？臣弟不敢。朕看你倒不是不敢，是不会。陛下费心，明征谢恩。晋王妃远道而来，若是有什么不习惯的，便让人进宫来说，千万别委屈了自己。昨日那套澜苍加衣，本宫也听说了。谢皇后娘娘记挂。昨日那套澜苍加衣，本宫也听说了。谢皇后娘娘记挂。晋王殿下有心，王妃那套嫁衣别致庄重，比有些人强多了。听说沈氏如今住在东宫偏院，竟还妄想着要名分呢，真是笑死人。东宫的事自有规矩，规矩清楚，便不至于乱。太子殿下到！谁让你带他来的？儿臣特意带玉昭来给母后请安的。他如今无名无分，是个什么身份，也配来给本宫请安？若是来请罪，就该去佛堂跪着，这里不是他该来的地方。明征公主，哦，不对，如今该叫晋王妃了。我虽失了郡主的封号，这到底是太子殿下身边的人，按咱们中原的礼数，你也该对我客气几分。沈姑娘，你要来教我这京城的礼数，你也该对我客气几分。沈姑娘，你要来教我这京城的礼数，难道不该吗？这里可是京城。本王倒不知，这中原之礼，竟规矩到了做婶婶的要给侄儿的侍妾行礼。玉昭向皇婶道歉。是玉昭失言，还请婶婶恕罪。以下犯上，一句香飘飘的道歉便够了吗？你敢罚我？本宫是晋王妃，也是太子的皇婶，罚一个无名无分的侍妾，谁说不敢？来人，将沈侍妾带下去。什么时候知道规矩，什么时候起来。楚明正，你凭什么叫皇婶？太子要为一个侍妾与长辈争执。皇叔，他身子弱，能下药，偷了嫁衣爬上花轿，还能顶撞本宫，倒也没那么弱。能下药，偷了嫁衣爬上花轿，还能顶撞本宫，倒也没那么弱。晋王妃罚的并无不错，他若真懂规矩，方才便不会在本宫的殿中这般放肆。皇后娘娘，玉昭只是说错了一句话，一句话里既轻慢了澜苍，又不敬长辈。沈侍妾倒是会挑着说，如今这般得意，不过是仗着嫁了晋王，总比偷别人的嫁衣强。你不过是个外族公主，凭什么罚我？沈氏，慎言，我说错了吗？她本就是澜苍来的，一个外族女子，凭什么在咱们大圣耀武扬威？楚明正，太子，澜苍是国，不是你口中可轻贱之地，打你。澜苍是国，不是你口中可轻贱之地，打你是教你规矩。殿下，你就看着他这样欺负我。皇婶，玉昭他确实是失言了，可你也不必动手吧。太子殿下若真的会教他，今日便根本不会在这大殿之上说出这样大逆不道的话。晋王妃说的很对，把沈氏带出去，教教他。在大森，什么话能说，什么话不能说。皇后娘娘，再多说一句，便加20。瞧瞧这手腕，她不愧是澜苍公主，那位沈氏今日当真是自找的。太子坐，皇叔今日倒是处处护着皇婶，她是我的王妃，我不护她，护谁？皇婶如今在大圣的身份高了，说话倒也越发硬气了。太子殿下若真的心疼沈氏，与其在这里逞口舌之间，说话倒也越发硬气了。太子殿下若真的心疼沈氏，与其在这里逞口舌之间，不如回去后好好教教他这京城的礼。皇婶好大的威风！太子殿下说错了，本宫从前是龙良长公主，说话也从未软过。陛下请晋王殿下与晋王妃移步御书房叙话。走吧。明真告退，去吧。沈氏，头低下。楚云熙，你别得意。太子殿下登基后，一定会立我为妃。那你便先撑到那一天。你等着！沈氏去东宫的日子还长。今日你下手不重，王爷还嫌轻。他轻慢龙苍，掌嘴太轻。王爷这话若是让太子听见了，只怕又该说你偏心了。我本就偏心。只怕又该说你偏心了。我本就偏心。晋王殿下，晋王妃，皇后娘娘请王妃过去说几句话。我
在宫门外等你。王爷先回府也无妨的。一起回府。明征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免了，坐吧。今日的事，你可觉得本宫偏帮沈氏？娘娘若真的偏帮她，她今日便不会跪在殿外。你倒是个会说话的。东宫不能一直没有正经的女主人。沈氏德行有亏，她原本连东宫的大门都不配进。太子殿下重情，娘娘夹在中间，自然是左右为难的。她那不是重情，是糊涂。太子身为储君，身边人的名分自然是不能由着性子来的。内宅若是不稳，外头便会睁着眼睛看东宫的笑话，丢的不仅仅是太子的颜面，更是圣朝的脸面。外头便会睁着眼睛看东宫的笑话，丢的不仅仅是太子的颜面，更是圣朝的脸面。你如今已是晋王妃了，却没成想倒还肯为东宫说话。明征不是为东宫，是为了两国安稳。东宫该有一位出身清正、懂规矩、能压得住内宅的太子妃。沈氏呢？娘娘心里已有答案，何必问我？你这性子，若真入了东宫，太子未必压得住你。所以，明征没有入东宫。沈氏今日又再犯了错处，本宫本该立刻将她动出宫去。太子为了那个女人，与本宫已经吵过一场了。太子殿下越是这般死护着，沈氏便越会以为自己在这皇宫里有了依仗。太子殿下越是这般死护着，沈氏便越会以为自己在这皇宫里有了依仗。所以本宫要给太子择妃。平西将军常年镇守边关，而柳玉若也算是端庄持重，你觉得她如何？皇后娘娘挑的人自然是不会差的，但这位柳姑娘若是进了东宫，沈氏的日子怕是再也不会安生了。本宫要的便是她安生不了。立刻传本宫懿旨，请平西将军夫人入宫。本宫要先看看人。是。明征便不在此叨扰了。明征告退。晋王妃今日殿外那一巴掌打得好，娘娘不怪罪便好。本宫只怪太子不会叫人。皇后，他留你都说了些什么？也没什么，不过是他要给太子择妃。太子那个蠢货，他是不会愿意的。他的意愿不重要。沈玉昭他会急，他要给太子择妃。太子那个蠢货，他是不会愿意的。他的意愿不重要。沈玉昭他会急。你要看东宫乱，王爷不想看吗？我只想看太子醒悟。那王爷要失望了。你就那么笃定？只要沈玉昭还在，他便永远醒不了。沈姑娘，药好了。谁准你叫我沈姑娘的？奴婢知错。可是皇后娘娘说，姑娘您如今还没有名分。我是太子殿下的人，滚出去！你又在发脾气。殿下，连您也要嫌弃玉昭了吗？皇后娘娘是不是要给殿下择妃了？母后只是看了几家名册而已，未必就能成事。你放心，姑绝不会让旁人越过你去。我要做太子妃。殿下，若我不能做太子妃，那今日的折辱到底算什么？如今郡主的封号已经被褫夺，朝中言官的议论还未平息。殿下，若我不能做太子妃，那今日的折辱到底算什么？如今郡主的封号已经被褫夺，朝中言官的议论还未平息。这件事等以后再说，你先好好养好身子。所以连殿下也觉得我不配是吗？殿下是不是后悔了？没有，姑没有后悔。既然没有后悔，那殿下就去求皇后娘娘，去求皇上。殿下是大宋的太子，是未来的储君。您身为一国太子，连自己想娶谁都不能做主吗？殿下，你要告诉他们，殿下此生只要我。你放心，母后，儿臣不愿另娶，儿臣心中只有玉昭。你还真敢来！你心中只有他，那东宫呢？朝臣呢？你身为大圣储君的体面呢？玉昭他已是儿臣的人，儿臣不能负他。你不能负他，你为了负了澜沧的国婚，负了皇上的圣意，如今你还要负了这整个东宫。你为了负了澜沧的国婚，负了皇上的圣意，如今你还要负了这整个东宫。母后为何逼儿臣？儿愿立玉昭为太子妃。公逼你，是你自己把路走窄了。他如今只是一个庶民，他下药替价满京城都知道了。封号可以剥夺，可这烂透了的名声能再次吗？封号自然可再次，只要儿臣不在意，旁人绝对不敢多说半个字。你是要让整个天下的人都知道，大圣的储君不顾礼法，只顾私情，一个连东宫都护不住的人，谈什么护人？母后，若母后也看不起儿臣，也觉得儿臣无能，儿臣绝对不许旁人。若母后执意择妃，儿臣便绝对不再进食。殿下慎言！你竟用你自己的身子来威胁本宫，儿不敢。
儿臣只求母后成全。你竟用你自己的身子来威胁本宫，儿不敢。儿臣只求母后成全。沈姑娘，皇后娘娘有懿旨。娘娘可是准了。娘娘懿旨沈姑娘可入东宫为太子妃，但是娘娘懿旨中还有一句，还有什么？侧妃人选是平西将军嫡女柳玉若，同日入东宫。殿下答应了。玉昭，这是母后最后的底线。殿下曾亲口对我说过，此生只有昭昭一人。玉昭，那不过只是一个侧妃罢了。你先坐上这太子妃之位，旁的那些等以后再说。只是一个侧妃，殿下让我和别的女人同日进门。玉昭，姑为了这个位子，已经在凤仪宫跪了整整1夜了。是啊，您跪了1夜，可殿下到底还是答应娶她了。是啊，您跪了1夜，可殿下到底还是答应娶她了。臣女柳玉若给皇后娘娘请安，见过晋王妃。柳姑娘不必多礼，可知道本宫今日叫你来是为何事？父亲已同臣女说过，能入东宫侍奉太子是臣女的福分。东宫已有一位沈氏，太子护得紧。臣女知道，臣女不敢与太子妃相争。不敢相争与不会相争是两回事。本宫要的不是你争，是你守规矩。若沈氏为难你呢？臣女会先忍，忍到不能忍时，再请娘娘做主。东宫不是臣女一人的地方。柳姑娘读过书，家中请过女仙妇，读的不多，不多也够用了。晋王妃觉得她如何？柳姑娘很清楚自己要去的是什么地方，那便定了。晋王妃觉得她如何？柳姑娘很清楚自己要去的是什么地方，那便定了。这是本宫给你的，成婚那日，本宫会给你体面。你虽是侧妃，也绝不能让旁人轻贱了去。臣女不敢忘娘娘恩典。你方才说，她知道自己要去的是什么地方，因为她比沈玉昭清醒。沈玉昭的是太子独宠与真心，而柳姑娘要的是在东宫安稳立足。清醒就好，人都有私意，这不要紧，只要不坏了东宫的规矩，本宫便能容她。柳姑娘，东宫可不比将军府，太子妃性子急，您入东宫后万万不可硬碰硬。司宫令放心，妾身绝不会让皇后娘娘为难。太子妃，奴婢还听说皇后娘娘还赐了那位柳侧妃一对东珠。本宫才是太子妃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她凭什么能同我一起入东宫？一对东珠。本宫才是太子妃，她算个什么东西？她凭什么能同我一起入东宫？玉昭，母后已经退了一步了。柳玉若，她到底只是个侧妃。她退了一步，便要让我退10步吗？侧妃也是你的女人。你不要总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殿下，是嫌我说话难听了？成婚那日，您先来我房里，对不对？殿下，对不对？你是太子妃，姑自然是先去你那里的，姑不会骗你。东宫那边今日可热闹了。哦，怎么个热闹法？皇后娘娘今日不仅赐了东珠，更是特准了那位柳侧妃以正妻之礼入东宫。沈玉昭可还稳得住？奴婢听说，皇后娘娘今日不仅赐了东珠，更是特准了那位柳侧妃以正妻之礼入东宫。沈玉昭可还稳得住？奴婢听说，她当着伺候宫人的面砸了2个茶杯，脸都气绿了。东宫大喜，沈玉昭还挺忙。可不是忙吗？忙着生气呢。您是没瞧见那场面？拜堂的时候，太子妃和那位柳侧妃竟然是一同拜的堂。太子殿下当时的脸色可难看了，可皇后娘娘身边的司宫令一直盯着，也只能硬着头皮照做了。皇后娘娘这一招倒是直接。那沈玉昭呢？当时盖头盖的严实，自然是看不见脸的。可奴婢听说，沈氏手里那截千红都快被他生生给绞断了。你倒打您的戏。奴婢多嘴，奴婢信错了。无妨，让他说。奴婢多嘴，奴婢信错了。无妨，让他说。一拜天地。殿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是母后强行安排的，你先忍一忍。我才是太子妃。没人说你不是。姐姐勿恼，
今日到底是殿下的大喜之日。谁是你姐姐？是妾身失言了，还请太子恕罪。夫妻对拜，侧妃行礼。玉昭，别闹。去，把门口的人都给本宫看好了。若是柳玉若那边派人来请，任何人都不许放进来。太子妃，奴婢不敢。司宫令此刻正亲自在外头守着呢。本宫才是这东宫的太子妃。司宫令此刻正亲自在外头守着呢。本宫才是这东宫的太子妃。姑娘，若是太子殿下今夜不过来呢？太子妃那边今夜必定拦着。他会来的，他拦得住人，却拦不住规矩。姑娘的意思是，皇后娘娘今夜会出手帮姑娘？你错了，皇后娘娘从来都不是在帮我，娘娘是在帮东宫。柳侧妃，皇后娘娘吩咐了，今日是大喜，绝不可委屈了您。太子殿下稍后便会过来，与侧妃共饮合卺酒。妾身谢皇后娘娘恩典，妾身就在此处静候殿下。又哭了。殿下，你不要去柳玉若那里。母后派来的人此刻就站在门外头盯着姑。殿下是这大上的太子，是未来的皇上，还要怕一个女官？玉昭，又哭了。殿下，你不要去柳玉若那里。母后派来的人此刻就站在门外头盯着姑。殿下是这大上的太子，是未来的皇上，还要怕一个女官？玉昭，今日别让我为难，我只是过去喝一杯合卺酒，很快回来。殿下保证，殿下亲口说过今日是先陪我的。姑保证，你是这东宫的太子妃，没人能越过你去。殿下，柳侧妃那边还等着呢。他倒会等。玉昭，别失了体面。殿下还回来吗？回来。妾身见过太子殿下，今日让你受委屈了。能侍奉殿下是妾身的福分，妾身不委屈。妾身见过太子殿下，今日让你受委屈了。能侍奉殿下是妾身的福分，妾身不委屈。母后硬要姑今夜过来，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吧？妾身知道，殿下在外是执掌天下的大圣储君，在这东宫就是妾身的舒服。妾身别无所求，只愿殿下事事顺心。你父亲近来可还好？回殿下，父亲一切安好。父亲常与臣女说，能为东宫效力，为殿下分忧，是柳家上下的福分。父亲也曾断言，今后必定会有大作为。平西将军乃是我大圣的有功之臣，你倒是个会说话的。妾身愚笨，不会说什么讨巧的话，都是心里话罢了。你就不怕太子妃她那人性子急？太子妃是正室，妾身本就该敬着。性子急，那也是因为姐姐太在意殿下了。妾身什么都不求，只是不想殿下为难。太子妃是正室，妾身本就该敬着。性子急，那也是因为姐姐太在意殿下了。妾身什么都不求，只是不想殿下为难。殿下今日忙了一整日，喝些汤暖暖胃吧。你安排的周到。妾身初来东宫，只怕哪做的不好，惹了殿下厌烦。那殿下若是殿下还要回姐姐那里去，妾身绝不敢拦。姑，再坐一会儿。妾身谢殿下。太子妃，夜深了，您先用些点心垫垫肚子吧。不，等殿下回来再用。去给本宫看看。太子妃，万万不可啊！司宫令交代过，严禁心腹踏出喜房半步。规矩，本宫就是这东宫的规矩。本宫是太子妃，本宫倒要看看谁敢拦我。本宫是太子妃，本宫倒要看看谁敢拦我。太子妃请回。本宫要去找太子。回太子妃的话，殿下此刻正在柳侧妃处，正与侧妃共饮合卺酒。一杯酒需要喝到现在吗？让开！皇后娘娘有旨，新娘子不可在新婚夜离房，妾只听皇后娘娘的。柳玉若她是不是故意的？是不是她缠住了殿下？太子妃慎言。太子妃息怒啊！太子妃，天亮了。殿下人呢？说。回太子妃的话，殿下昨夜宿在柳侧妃房中了。好一个宿在柳侧妃房中！太子妃，今日柳侧妃还要来给您敬茶。好啊，
让他来。太子妃，今日柳侧妃还要来给您敬茶。好啊，让他来。妾身给太子妃敬茶。昨夜妹妹睡得可好？老姐姐惦记，妾身一切都好。你倒是好得很呢。玉昭，敬茶是规矩，你别闹了。我闹？新婚之夜，我的夫君住在侧妃的房中，殿下，你现在说是我在闹？姑昨夜只是在前头饮酒，晚了些。饮酒晚了些，便可以一夜不回。姐姐若是要怪，便怪妾身吧。是妾身不懂规矩，不该留殿下在房里说话的。闭嘴！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玉昭，他今日是来给你敬茶的，姑不是在偏航谁，只是让你顾层体面。本宫的体面在昨夜已经被丢得一干二净了。姐姐，这东宫到底是殿下的东宫？姐姐，这东宫到底是殿下的东宫？殿下想宿在哪里，自然都是殿下的意思。你拿殿下来压我，妾身不敢。玉若，殿下，妾身没事。沈玉昭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他装的，殿下你看不出来吗？他就是故意装给你看的。姐姐若厌我、打我、骂我，我都受着。可殿下是储君啊，姐姐你怎能朝殿下动手？闭嘴！沈玉昭，殿下，大婚第2日，你便敢动手伤人，此事若是传了出去，朝臣该如何看我东宫？是殿下先让我难堪的。殿下昨夜亲口对我说过，一定会回来的。朝臣该如何看我东宫？是殿下先让我难堪的。殿下昨夜亲口对我说过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姑已经立你为太子妃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姑是大宋的太子，不是寻常人家的夫君。殿下，姐姐她只是一时生气罢了，殿下千万莫要气坏了自己的身子。你的肩伤得如何了？殿下放心，妾身不碍事的。好一副贤良淑德的做派。沈玉昭，他是替姑挡了杯热茶，你还要用这言辞来羞辱他？来人！太子妃擅妒失仪，冲撞储君，即日起禁足紫微宫，抄经百篇，没有姑的命令，不许踏出紫微郊门半步。殿下，成婚第2日你便要禁我的足。正因为你是这东宫的太子妃，才更该懂得什么是规矩。正因为你是这东宫的太子妃，才更该懂得什么是规矩。殿下，姐姐今日也是心里受了气，或许她只是无心之失，殿下还是……你受了伤，不必再求情。传太医。现在你满意了？姐姐折煞妾身了，妾身不敢。你敢得很！太子妃地上凉，奴婢扶您回寝殿歇息吧。别碰本宫！太子妃息怒，奴婢知错了。去给本宫找人传话，去告诉皇后娘娘，就说本宫要见她。太子妃，方才娘娘宫里的人已经来传过话了，娘娘说让太子妃在紫微宫里好好反省，还说让您诵经百篇，为太子殿下祈福。连她也知道了。柳玉若，你给我等着！还说让您诵经百篇，为太子殿下祈福。连他也知道了。柳玉若，你给我等着！放肆！谁准你们动本宫的东西？太子妃息怒，这些物件皆是东宫之物，皇后娘娘吩咐暂时收回入库。荒谬！本宫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妃，东宫的东西便该由本宫来掌管。娘娘说，太子妃如今最需要的是静心抄经，为东宫祈福，不宜再理事。不宜理事，那这给谁理？给柳玉若吗？一个侧妃，她也配掌着东宫的权？本宫要见太子。太子殿下此刻正陪着柳侧妃看伤呢。不过是被个茶盏碰了一下，倒像是要没了命似的。滚出去！太子妃慎言，娘娘有旨，100篇经书1篇都不可少。娘娘有旨，100篇经书1篇都不可少。送去给殿下，立刻！是，奴婢这就去。现下怎么说？太子殿下说让太子妃静心抄经，明日再来看您。明日？他今日要宿在柳玉若那里，好，真好。如何了？只是些皮外伤，并未伤及筋骨。微臣开一副清凉的膏药，每日早晚敷着，不出3-5日便好。劳烦太医走这一遭了。
妾身该去向母后谢恩的。你都伤成这样了，还想着那些繁文缛节，今日不必去，母后那边姑自会去分说。殿下心疼妾身，妾身心里明白，可妾身只是个侧室，若是第一日便不守规矩，落了别人的口实，岂不是会让殿下在中间为难？玉若，若是他能有你一半懂事，姑也不至于如此头疼。殿下莫要这么说，太子妃只是太在意殿下了。若是他能有你一半懂事，姑也不至于如此头疼。殿下莫要这么说，太子妃只是太在意殿下了，因为在意才会失了分寸，妾身能体谅。在意他的简直不可理喻，身为东宫正妃，心胸狭隘，骄纵善妒，他太不懂事了。本宫早说沈氏不配做太子妃，侧妃倒是个稳得住的。把东宫一部分账册交给柳氏，让她先协理。太子妃那边恐怕又要闹，她现在闹不出来。王妃，沈玉昭大婚第2日便被禁足了，比我想的还快。柳侧妃倒真有本事，太子也真是薄情。他不是有本事，只是比沈玉昭知道男人爱听什么。太子也不是薄情，他只是最爱自己。说谁？太子。东宫的事传得满朝都知道了。说谁？太子。东宫的事传得满朝都知道了，朝臣都说太子内宅不宁。这才刚开始。你要插手？不用我插手，沈玉皇自己会把路走窄。王妃，宫里有人传话，沈玉昭想见您，说有话要与您说。你想去？去。他被关了几日，正该听听他还能说什么。王妃，这是府中总账，这是田庄铺面的账册，这是军中抚恤支出。军中抚恤也走王府账？边关有些阵亡将士，朝廷抚恤到得慢，我先垫。殿下倒不像外人口中那个冷面亲王。外人也不会看账册。殿下每年边关回来，都先查这些账。殿下不怕府中银钱耗空？银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人没了，家里便塌了。殿下不怕府中银钱耗空？银钱没了可以再挣，人没了，家里便塌了。府中账务我会接，我既是晋王妃，总不能只坐着喝茶。辛苦你，王妃若肯管，小人可算轻松了。又是雁门关，守将可稳。近来雪早，敌国有壁动，守将年轻，边关无小事。若真有战事，殿下会去？会。王妃才刚成婚，殿下便要出征吗？还未到那一步。若到了那一步，也拦不住。殿下守的是国门，我拦什么？澜沧女子也不是只懂后宅。启禀王爷王妃，东宫传话，沈氏求见晋王妃。你若不想去，便不去；若去，带族人。他不会吃人，他会咬人。他既想见，我便去看看。楚明征，你终于来了。如今该叫皇婶，这里没有旁人。旁人不少。楚明征，你终于来了。如今该叫皇婶，这里没有旁人。旁人不少。皇婶，你满意了吗？我被禁足，柳玉若掌当宫账，你是不是很高兴？你过得不好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你自己。若不是你向皇后进言，她怎会给太子择妃？没有我，她也容不下你。你下药替嫁，名声尽毁，又失了郡主封号。皇后若还让你独掌东宫，可太子爱我，那你如今为何被关在这里？沈玉昭，你该想的不是我害了你，而是你抢来的东西能不能守住。楚明昭，太子迟早会登基。沈玉昭，到那时我要你跪在我面前。那你先走出这道宫门再说。王妃，是王上和王后的亲笔信。王上王后可有责怪？他们只担心我。王妃，是王上和王后的亲笔信。王上王后可有责怪？他们只担心我。父王问起你，临沧王问我是否守礼，王爷可要回一句？该回。王爷写得倒正经，给岳父的信不可轻慢。笑什么？奴婢没笑。王爷想得周全。你远嫁，家中来人看看也该。澜沧来得太频繁，朝臣会如何议论？你莫要挟外邦自重。怒国使臣，你担心边境？圣朝如今太子不稳，若他今后为了立功，未必不会动兵。他还没有这个胆量。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你对太子似乎很不信任。若他今后为了立功，
未必不会动兵。他还没有这个胆量。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你对太子似乎很不信任。王爷信他吗？今日他能为了沈玉昭不顾两国颜面，明日便能为了军功不顾百姓。说得重了。但愿我说的是错的。雁门关那边，我会多派人盯着。澜沧那边，我也会让父王留意。王妃，您是不是太累了？才新婚没几日，又管王府，又管澜沧。我是澜沧公主，哪有只享清福的道理？让厨房做些澜沧菜。奴婢这就去。你不必事事都扛。有些事我不扛，便会压到澜沧头上。如今还有我，澜沧的事不止你一人操心。王爷这是把澜沧也算进晋王府了？你嫁来了，便不是外人。公主是要王上备战？是防患。老臣明白。老臣明白。劳烦使臣一并带回。晋王殿下放心，王上看见必会安心。也告诉父王母后，不必为我担心。公主如今有人相护，老臣看得出来。公主在京中，我自会护的。公主，王上信中还有一句话，让老臣亲口转达。什么话？若公主有难，澜沧铁骑必至。王妃，东宫传来消息，沈玉昭又病了。他病得到秦。你要入宫？他若再求见，我便去。你还真有耐心。看人自乱阵脚，也算消遣。少看些东宫笑。殿下心疼太子？不是心疼，是嫌丢人。少看些东宫笑。殿下心疼太子？不是心疼，是嫌丢人。晋王妃，太子妃病中求见，说有要紧话只同王妃讲。若不想去，便回了。不，他既把路递到我面前，我总要看看他还剩什么筹码。你来了，沈侍妾有何要紧话？本宫是太子妃，可你如今过得还不如侍妾。楚明征，本宫落到今日，你满意了吧？我从小没了父兄，寄人篱下，若不替自己争，谁会替我争？你可以争自己的，可你争的是我的身份，我的嫁衣，我龙鳞的脸面。爱太子，便能给我下药。你如今嫁了晋王，自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晋王不是我偷来的，若只是哭这些，我便走了。等等，你去告诉皇后，晋王不是我偷来的，若只是哭这些，我便走了。等等，你去告诉皇后，不要再让柳玉若管东宫账册。你求我帮你？不是求，是交易。太子迟早会登基，你今日帮我，今后我可保晋王府安屯。你连紫微宫都出不去，还要保晋王府？你的倚仗是太子，可太子的心已经不止在你这里。新婚夜他去了柳玉若那里，第二日进你的族，如今又让他管账册。不可能，那是柳玉若使计，我和他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？你抢别人的婚事，他抢你的宠爱。太子不会立刻不要你，但他会累。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会这样？你恨我？是，但我不会日日想着你，你还不配占我那么多心思。你等着，我一定会重新得宠。那你该去求太子，不该求我。说我有了身孕，柳玉若算什么？沈玉昭，假话说多了，是会砸在自己身上的。你等着，我一定会重新得宠。那你该去求太子，不该求我。说我有了身孕，柳玉若算什么？沈玉昭，假话说多了，是会砸在自己身上的。那就等着看。那你便试试。楚明征，你怕了？我怕你蠢得太快，让我没戏看。他说了什么？他想用子嗣复宠。他有孕？未必。这种事也敢拿来做局，太子会信？他想信便会信。你不阻止？不用，假的迟早会露。脉象尚浅，还需静养观察。殿下终于肯来看我了。你身子不适，为何不早告诉姑？若真有了身孕，便是东宫大事。我被禁足，哪里敢打扰殿下？你身子不适，为何不早告诉姑？若真有了身孕，便是东宫大事。我被禁足，哪里敢打扰殿下？殿下喜欢吗？自然喜欢。等太医再确认，姑去求母后。殿下，
我这些日子真的好怕。别怕，姑在。娘娘，要不要再请太医？太医院说的含糊，他若真有，本宫自然护着；他若没有，便是又添一桩罪。娘娘，紫薇宫那边传来消息，说是那位有喜了，尚浅便是还不能定，被厚礼送去。他若真有，送礼是规矩；他若没有，礼也会摆在他面前提醒他。他倒会装贤惠，收？为什么不收？侧妃还说盼太子妃早日为东宫添福。他也配说这话？玉若好意送东西。殿下，我只是怕他笑我，盼太子妃早日为东宫添福。他也配说这话？玉若好意送东西。殿下，我只是怕他笑我。殿下如今倒信他。你别多想，好好养着。殿下今晚留下陪我好不好？好。这么慢，是要遏制我腹中的东宫子嗣吗？太子妃还在静养，莫动气。我腹中的孩子若有损伤，你们担得起吗？让太医院日日记录脉案。娘娘是怕有假？不是怕，是要证据。妾明白。侧妃，这事儿若被人知道，会不会说咱们不敬太子妃？不动他的人，只看他的药，有什么不敬？可太子如今信他，太子信的是他想要的喜事，我信太医院的脉报，有什么不敬？可太子如今信他，太子信的是他想要的喜事，我信太医院的脉报。如何？这不是安胎药，多是调理月性温养气血的方子，若要定准，还需再看脉案。侧妃，这下就可以揭发太子妃假孕了。不能，侧妃不揭穿，如何能让她失宠？也能让太子觉得我心思重。把药渣包好，送去给皇后娘娘。这件事要由皇后娘娘来。娘娘，是否立刻传太医？不急，等他自己把话说满。3天后，请太医院院正亲自过去。若太子殿下阻拦呢？他若真盼着子嗣，便更该让院正看。殿下，若真是个孩子，你想要儿子还是女儿？都好。太子妃，去找之前那个太医，就说我要见他。可皇后娘娘盯得紧。我让你去，你便去，让太子信了就够了。别怕，只是请脉。殿下陪着我，我便不怕。太子妃，请伸手。回太子殿下，太子妃并无喜脉。不可能！之前太医说脉象尚浅，脉象尚浅是未能定论，如今细看并无孕象。太子妃只是气血不调，需静养，与有孕不同。你再诊一次，定是诊错了。太医局令行医多年，太子妃慎言。玉峥，你早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玉峥，你早知道。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谁让你来的？妾身听闻院正请脉，特来问安。侧妃来的正好，妾身原不敢多言，只怕太子妃用药不妥，才送去凤仪宫。你派人查我？妾身不敢查太子妃，只是不敢看东宫出差错。这些药确为调理气血之用，并非安胎方。沈玉昭，殿下，我只是害怕失去你，我没有想骗你，我只是想再等等，也许真的会有。所以你骗姑，姑不是物件，不是你用谎话就能绑住的。是你害我，是你故意让我出丑。太子妃若无谎话，谁也害不了你。够了！你一再让姑为你收拾残局。我是为了留住你。皇后娘娘懿旨，太子妃欺瞒东宫，禁足加倍，原由太子妃掌管之印信，暂交柳侧妃协理。不行，殿下你说句话。皇后娘娘懿旨，太子妃欺瞒东宫，禁足加倍，原由太子妃掌管之印信，暂交柳侧妃协理。不行，殿下你说句话。你好好反省，是你自己走到这一步。姐姐身子不好，还是先歇着吧。妾身只盼东宫安宁。好一个东宫安宁！柳玉若今日怎么拿走的，我就让她怎么吐出来。太子妃息怒，她不让我好过，我也不会让她坐稳。东宫内宅近日不宁，恐有损储君体面。太子，东宫是储君居所，不是让人日日看笑话的地方。儿臣知错。若真知错，
便把心思放在正事上。是。殿下近日受了些闲言，不必放在心上。满朝都盯着东宫，故如何不放在心上？殿下缺的不是辩解，是功绩。满朝都盯着东宫，故如何不放在心上？殿下缺的不是辩解，是功绩。西南小国今日扰边，规模不大。殿下若以练兵防边为名协理军务，迎上几场，朝臣自然闭嘴。父皇会准，晋王会反对。陛下不会拒绝。晋王越谨慎，越显得殿下有进取之心。将军倒会说话。臣只为殿下着想。太子想协理军务，平西将军在后面推。太子要战功，要脸面。边境百姓变成了太子争脸面的地方。若只是防边，倒也无妨。怕就怕太子尝到甜头。明日朝会上，我会请皇兄慎重。西南小国屡次扰边，虽未成大患，却不可不防。儿臣愿替父皇分忧，协理军务，安定边境。西南小国屡次扰边，虽未成大患，却不可不防。儿臣愿替父皇分忧，协理军务，安定边境。皇帝怎么看？边境若有异动，自当防守；可若无大患，不宜轻启战端。守边不是保守，是不让百姓受无望之苦。皇叔未免太过保守，若一味忍让，只会让小国轻视圣朝。臣愿辅助太子殿下只守不攻，绝不擅起大战。太子可协理军务，但不得擅自扩大兵势。儿臣遵旨。谍报入京，殿下伏击扰边小队得胜。殿下立了功，皇后还敢轻看我吗？太子妃，您还在禁足，禁足总会解。这是侧妃送的。是，侧妃说殿下协理军务辛苦，或许用得上。太子妃也问殿下何时去紫薇宫，他倒有心。紫薇宫那边晚些再说。这是侧妃送的。是，侧妃说殿下协理军务辛苦，或许用得上。太子妃也问殿下何时去紫薇宫，他倒有心。紫薇宫那边晚些再说。殿下如今该趁着得胜，再请一道旨意，继续整军，扩大边防。若再赢几场，朝中还有谁敢说姑只会儿女私情？殿下英明，那便让他们看看，姑也能立功。晋王妃，好久不见。沈太子妃今日能出来了，殿下立了功，皇后娘娘自然高兴。太子立功，与太子妃禁足有什么干系？见过晋王妃。柳侧妃，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。妾身只是来请安，太子妃的规矩还是没有学好。见过晋王妃。柳侧妃，这里有你说话的地方。妾身只是来请安，太子妃的规矩还是没有学好。殿下，晋王妃又拿规矩压我。皇婶何必总与玉昭计较？太子殿下若教得好，哪里用我计较？太子，皇叔，父皇，西南连胜，可见周边小国外强中干。儿臣以为应趁良机整军南下，震慑诸国。你想继续用兵？不是好战，是立威。臣不同意。圣朝开国以来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若无大患，何必兴兵？皇叔总是不同。皇叔守边多年，难道不知先发制人？先发制人不是无故侵扰。皇叔这般畏首畏尾，难怪这些年只是守城。太子慎言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一策。澜沧与我朝联姻。太子慎言。父皇，儿臣还有一策。澜沧与我朝联姻。如今皇婶是晋王妃，可请皇婶写信回元朗，借澜沧兵马助我朝行事。晋王妃怎么来了？陛下恕罪，明镜原在偏殿等候皇后娘娘，听闻太子殿下提到澜沧，不得不出来。皇婶来得正好。太子殿下要借澜沧兵马去攻打并未侵犯圣朝的邻国，这是为圣朝立威。伦苍为何要替太子立威？两国既已联姻，澜沧出兵相助有何不可？联姻是结好，不是让伦苍做太子的刀。晋王妃言重了，若只是借兵威慑，将军也说是借，既是借，伦苍便有不借的权利。兵马一动，粮草将士百姓，哪一样是一封信能担的？晋王妃言重了，若只是借兵威慑，将军也说是借，既是借，伦苍便有不借的权利。兵马一动，粮草将士百姓，哪一样是一封信能担的？此事不必在意，朕准你协理军务，
不是让你轻启战事。父皇，儿臣只是为圣朝将来打算，百姓安顿才是将来。皇叔总爱说百姓，等孤今后登基，倒要看看皇叔还敢不敢这样薄孤。小慎，闭嘴！儿臣失言。你不敬皇叔，好大喜功，回东宫反省。儿臣告退。楚明京，你如今不解，今后别求孤。太子殿下放心，明京从不求错的人。殿下，谁又惹你生气？还能有谁？是晋王和楚明征。嘘。殿下，谁又惹你生气？还能有谁？是晋王和楚明征。嘘。殿下，今日朝堂之事，臣也听说了。满朝都向着晋王，孤说一句，他便有10句等着。晋王军功太盛，朝臣敬他，百姓也敬他。殿下，这便是祸患。晋王如今娶了楚明生，背后又有澜沧，若不早做打算，今后还有谁把您放在眼里？皇叔一向说自己不争，不争便不会当众驳您，不争便会娶楚明生。臣不是说晋王有反心，可军中只知晋王不知新君才是麻烦。依将军看，该如何？效其威望。臣不是说晋王有反心，可军中只知晋王不知新君才是麻烦。依将军看，该如何？效其威望。父皇不会准，不必明着宣。边关若有战事，晋王必会请战。军粮、援兵、军功都在朝中调度，谁掌着朝局，谁便握着主动。让晋王去打，却让功劳落不到他身上。殿下英明，最好让他吃些苦头，别让楚明征知道他选错了人。你还恨他？他害我失了郡主封号，又屡次羞辱我，我为何不恨？若不是他，孤也不至于在朝堂处处受制。他原本该是孤的太子妃，可他背弃殿下，转头嫁给晋王，这便是不忠。他会后悔。只要晋王威望受损，澜沧也未必还会站在他那边。眼下最要紧是等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边关必斗。只要晋王威望受损，澜沧也未必还会站在他那边。眼下最要紧是等一个机会。什么机会？边关必斗。侧妃，不进去吗？太子殿下知道您来了。不进了，就说殿下有事商议，我不敢打扰。侧觉得将军的话不妥，有些话听见便够了。将军可要助孤？柳家自然与东宫一荣俱荣。等殿下之后登基，晋王也不过是臣子。他今日敢当众驳孤，来日孤定要让他知道君臣之分。殿下，眼下还需忍，孤忍得够久了。侧妃，要不要把今日之事告诉皇后娘娘？现在说没有证据，那怎么办？等什么？好边关出事。要不要把今日之事告诉皇后娘娘？现在说没有证据，那怎么办？等什么？好边关出事。来了。王爷知道是我。你的脚步声清闲。雁门关又有消息，敌国急兵，但还未越界。太子今日朝堂受斥，他不会安分，他会盯着你。以前只是不满，如今是怕你。他是储君，正因如此，才更怕有人比他得人心。王爷当真从未想过那个位置？没有，当年先皇属意于我，皇兄是长子，也非无能。我不愿兄弟相争，便请先皇立皇兄。王爷不后悔？若太子今后继位，也不后悔？不后悔。王爷不后悔？若太子今后继位，也不后悔？不后悔。太子还未到不可救的地步。殿下对他倒有耐心，可上位者一念之差，边关将士和百姓便要付出代价。若有一日太子的私怨压过国事，王爷还要退吗？澜沧曾信过圣朝国书，我也曾信过太子都婚约，结果如何？我担心的不是那日，是以后。你想让我争？我不劝殿下争，我只求殿下别在该担的时候退。殿下，雁门关急报。怎么了？敌军试探关外粮道，守将请增援。若皇上命你去呢？我去。我不拦。王爷是晋王，不是只守王府的人。若殿下出征，我会守好。你也不是只守王府的人，如今也守晋王府，我信你。王爷，宫中来人了，
说陛下召您明日早朝前入宫。如今野守晋王府，我信。王爷，宫中来人了，说陛下召您明日早朝前入宫。看来雁门关比我们想的更急。雁门关的雪比往年来得早。王妃，王爷会不会今日就领兵？若雁门关急，他一定会去。您才新婚不久，边关不会因为我新婚便停战。雁门关外敌军压境，连失2处前哨，谁可为帅？父皇，平西将军熟悉军务，可领兵前往。平西将军近日协理西南，雁门关局势不同，臣请领兵。皇叔才新婚，何必急着离京？边关告急，与臣新婚无关。臣愿为陛下分忧。陛下，雁门关地势复杂，秦王殿下多年镇守北境，最熟悉关防，臣附议。太子，你怎么看？儿臣自然以大局为重。晋王领兵，平西将军留京协理军需。太子，你怎么看？儿臣自然以大局为重。晋王领兵，平西将军留京协理军需。你都知道了。京中消息不慢，护身符你带着？我带着。何时出发？粮草呢？午后，户部已备，3日内起运。太子监看，平西将军协理。太子如今最不敢的事，就是让你再立郡公。我会留人在京中盯着。京中若有变，不要硬扛，等我回来。去请澜沧使臣入府。现在。公主要送回伦仓，告诉父王，雁门关有战，澜沧边境备粮备马。若我再传第2封信，便请伦仓出兵。公主是怕圣朝粮草出问题，公主要送回伦仓。告诉父王，雁门关有战，澜沧边境备粮备马。若我再传第2封信，便请伦仓出兵。公主是怕圣朝粮草出问题，我怕人心出问题。老臣即刻派快马。王妃，真会到那一步吗？但愿不会。王妃，宫中传信，陛下身体不适，太子奉旨监国。户部那边怎么说？原定今日出城的第1批粮车还停在南仓，户部说要等太子殿下批发。备车去户部。晋王妃怎么亲自来了？雁门关粮草为何未发？文书还需复核，军需数目巨大。太子殿下监国后，吩咐各部谨慎。雁门关粮草为何未发？文书还需复核，军需数目巨大。太子殿下监国后，吩咐各部谨慎。晋王领兵在外，粮草早有定数，如今复核是谁的意思？自然是东宫的意思。把东宫批文给我看，不给我看，我便去东宫问太子。入宫。皇婶怎么来了？明期来问雁门关粮草复核到何时？国库紧张，总要算清。粮草早已备齐，只等出城。太子如今说国库紧张，是紧张这几车粮，还是紧张夷王赢得太快？楚明争，慎言。晋王妃，太子殿下也是为国库考虑。将军既知为国，便该知道战场不等账房算盘。若粮草误了战事，将军担得起吗？将军既知为国，便该知道战场不等账房算盘。若粮草误了战事，将军担得起吗？孤监国，军需调度自有孤决断。秦王向来战无不胜，少1-2日粮草，难道便打不了仗？太子殿下这话，敢去雁北汉将士面前说吗？决断可以，害人不行。来人，送晋王妃回府。太子殿下这是心虚，若粮草会发，便请太子写个明白日期。送客。今日你扣下的是粮草，他日压到你身上的便是罪名。皇婶还是先管好晋王府吧。王妃，粮车都在，押运人也在，只是没有出关文书，谁也不敢动。押运人可愿作证？愿。他们也急，怕误了军情。陛下病重，太子监国，寻常人见不到陛下。愿。他们也急，怕误了军情。陛下病重，太子监国，寻常人见不到陛下。那便让能见的人送进去，写给陛下，也写给朝中几位老臣。小人这就安排人。粮草还没扣着，现在出兵，太子会说伦仓干涉内政，
我要等雁门关真正需要援兵时，再让轮仓名正言顺的去救人。王妃，下官愿作证，粮草确已备齐，没有东宫文书，粮车出不了城。你只需照实说，文书是谁扣的？户部侍郎说是平西将军亲自来传太子口谕。我不会让你一人担着。下官只是想着，雁门关的将士不能饿着等。我不会让你一人担着。下官只是想着，雁门关的将士不能饿着等。王妃，证据有了，可粮还是出不去。明日再入宫。晋王妃，太子殿下有令，今日不见。我不见太子，我见陛下。陛下病中，太子殿下吩咐不得打扰。你是东宫的人，还是陛下的人？小人自然是陛下的人。皇婶还真是不死心。何时复合完？皇婶这是在审问姑，别忘你现在是圣朝王妃，不是龙狼朝堂上的人。来人，送晋王妃回府。你最好祈祷雁南关撑不住。不劳皇婶操心。王妃，南仓粮车仍未动。押运官呢？还守在仓外，说只要文书一下，立刻启程。不入宫便出京。王妃要去雁门关？不可，路远雪大，太危险。王妃，您真要走？今夜走。王妃要去雁门关？不可，路远雪大，太危险。王妃，您真要走？今夜走，送回轮仓，让父王出兵往雁门关方向去。告诉父王，明征以轮仓国公主之名，请轮仓救晋王，也救雁门关百姓。公主，这是要澜沧铁骑入圣朝边境，若圣朝有人说澜沧越界呢？不是入京，不是攻城，是救雁门关。粮草被扣，边关告急，澜沧出兵，是救盟国，不是犯境。公主放心，老臣即刻安排快马。王妃，带这一队人都是跟过王爷的，他们可愿随我去？属下愿随王妃，属下等听王妃号令。此去雁门关，路上未必安稳，属下不怕。那便出发。属下愿随王妃，属下等听王妃号令。此去雁门关，路上未必安稳，属下不怕。那便出发。何人夜行？王府奉命办事。原来是晋王府的人，放行。王妃，往哪条路走？走北道，避开驿站，先追粮车道。粮车还没出城，追什么？追时间。王妃，前头便是岔路，走左边，去雁门关。王爷，粮草还未到。京中可有回信？王爷，粮草还未到。京中可有回信？哥，明日还有吃的吗？问什么？守好城。王爷，再这样下去，将士们撑不了多久。今日起，我与将士同食，他们能吃，我便能吃；他们没得吃，我也不多吃。是。他们又要试探，传令，不许追出城，直守光门。是。殿下，现在不射吗？箭也要省，等近了再放。他们今日只是试探，明日未必。殿下，若粮草再不到，是否派人突围催粮？派出去的人未必能回来，可总不能干等。派3人走小路。殿下，您的披风里掉出来的。派3人走小路。殿下，您的披风里掉出来的。是王妃给的。王妃若知京中粮草迟迟不到，怕是要急。她不会急，她会做事。王妃确实不像寻常女子。她是楚明京。敌军大队异常调动。王爷，您以2日为合眼，若明日粮草不到，明日不到便守到后日，后日不到便再守1天。王爷，敌军明日会总攻。知道了，传令全军，今夜轮休，明日守城。给将士们说粮草吗？若他们问何时，告诉他援兵会来，撑到天亮。给将士们说粮草吗？若他们问何时，
告诉他，援兵会来，撑到天亮。王妃，马都快撑不住了，换马继续走。王妃，前面有废弃一停，可歇1个时辰。离雁门高还有多远？快马1日半，马车要2日。汽车，骑马。你们从哪儿来？关外村子家没了。晋王殿下在城里，大家都说能守，可城中缺粮。可见过京中粮车？没有。分给他们。王妃，我们的干粮也不多。分一半。往南走，见到驿亭便报晋王府名号，会有人安排。分给他们。王妃，我们的干粮也不多。分一半。往南走，见到驿亭便报晋王府名号，会有人安排。王妃，那是雁门关方向，属下先去探路。一起去。王妃，前面危险。会延误时间，现在时间就是一切。澜沧援兵可有消息？王妃，澜沧前锋已到西北坡，距此不到30里。派人去接，告诉他们别入城，先绕到敌军侧翼。公主，末将来迟。不迟，雁门关还在。敌军已围城，京中养守城，粮草未到。圣朝粮草为何未到？拿将士性命做儿戏，公主要末将如何做？侧翼靠这条古道，你带铁骑绕过去，冲乱阵脚。公主不入城。侧翼靠这条古道，你带铁骑绕过去，冲乱阵脚。公主不入城。我带一队人送信给晋王，让他开侧门接应。公主，这太险了。若不接应，城中不知情，容易误判澜沧兵。末将派人护送公主。你的人要冲阵，不必分太多给我，10人。你们可熟雁门关侧道？熟，从前跟着王爷走过。澜沧主力还有多久？2个时辰后到。等不了，你带前锋先动，主力随后压上，打乱他们。澜沧铁骑听令，轻骑先行，不许喧哗。是。王妃，雁门关那边开战了。传信的人先走，其余人从侧道过去。什么人？晋王府。王妃。晋王在何处？城楼上。把信交给晋王，澜沧铁骑已绕到敌军侧翼，半刻后城中配合出击。轮仓来了。来了，快去！把信交给晋王，澜沧铁骑已绕到敌军侧翼，半刻后城中配合出击。轮仓来了。来了，快去！王爷，北门压力太大，把预备队调上来。王爷，王妃到了，澜沧铁骑也到了。啊，王妃怎么会在这里？开侧门，接王妃入城。侧门若开，派人和粮袋，弓弩手压住北面，你带一队接应。是。是澜沧人，是援兵。这些干粮先送伤兵营和城楼。多谢王妃。粮草被扣，有证人在王府，也有文书。太子和平西将军。该死！你不该来。殿下，我们会赢的。该死！你不该来。殿下，我们会赢的。公主，澜沧主力到了。王爷，援兵齐了。传令，守住城门，迎澜沧援兵入阵。雁门关守住了。是。王爷，敌军暂退，今夜可轮分休整。城防不可松，粮食先按伤兵、守城兵百姓分。粮草早已备齐，出关文书却被压。王爷，我们在城墙上饿了几日，原来粮就在京中。关外敌军不可怕，怕的是身后没人管咱们。这句话我会带回京。只靠一句话不够，要证据链、南仓文书、押运人和守仓人证词。只靠一句话不够，要证据链、南仓文书、押运人和守仓人证词。太子批复、平西将军传话之人，还有雁门关这几日军粮记录。军粮记录有，伤亡名单也能整理，只是人数不少，一人也不能漏。百姓逃难记录也写上。澜沧也可作证，我们救的是盟友，不是来给谁遮丑。京中有人会说澜沧趁乱入境，哼，那便让他们来雁门关看看。若非澜沧及时赶到，这城今日未必还稳得住。回京后，证据摆到御前，
若皇上仍想保太子，便请满朝文武一起看，明日整理证据，后日班师。澜沧铁骑停在京城5里外，不进城，不扰民，只等公道。回京后，此事不会轻了。父皇，雁门关战事拖延，儿臣自知军需调度有失，但绝无私心。粮草为何迟迟未发？国库账目混乱，儿臣监国后不敢草率，指命户部复核。粮草为何迟迟未发？国库账目混乱，儿臣监国后不敢草率，指命户部复核。你怕晋王虚报军需？儿臣不是这个意思。陛下，太子殿下只是谨慎，军需数模庞大，臣也建议复核，臣愿令责罚。建议？父皇，此事儿臣为主，不怪将军。雁门关敌军暂退，晋王殿下与晋王妃、澜沧援兵合力稳住关城。武明收去了雁门关，他擅自出京，撕掉澜沧兵马。父皇，此事也该问罪。若不是他，雁门关可守得住？澜沧铁骑入境，岂能轻纵？军报写明，澜沧铁骑只驻守雁门关，未扰百姓。另户部呈报，粮车至今仍在粮仓。边关战事都已打完了，粮还在粮仓，现在发是给谁吃？儿臣知罪。你是真知罪，还是只知事败？传旨召萧正安、晋王妃回京，澜沧援兵不得入城，暂驻城外5里，以礼相待。朕会给你们机会自辩，也会给雁门关一个交代。你是真知罪，还是只知事败？传旨召萧正安、晋王妃回京，澜沧援兵不得入城，暂驻城外5里，以礼相待。朕会给你们机会自辩，也会给雁门关一个交代。殿下，雁门关如何？守住了，是楚明征带伦唐兵救的。他怎么敢？他回京后定会拿此事压你。那也要看父皇信谁。父皇会信殿下的，对吗？殿下，若有证据，陛下只会信证据。你说什么？妾身失言。刘玉若，你倒盼着殿下出事，妾身只盼殿下早做准备。哼！您为何提醒？因为他若再不行，东宫就要塌了。这些就是兰草兵，听说救了燕石关。若粮草早发，哪里用人家来救？王妃，百姓都在看，也都知道了。让他们看。王妃，百姓都在看，也都知道了。让他们看。明征参见陛下。臣弟复命。雁门关辛苦了，晋王妃擅自出京私请澜沧援兵，请知罪。明征知罪，但请陛下先看雁门关粮册、伤亡明仓、南仓文书、证词以及太子批复的暂缓文书。父皇，这些证词未必可信。押运官、南仓守吏、户部书办、雁门关副将都在殿外，太子殿下可当殿问。晋王妃准备的到齐。将军传话扣粮时，也该想到会有今日。他说的是事实。传人，粮草刚才在晋王出征第3日已备齐，只等出关文书。平西将军传太子口谕，说国库复核，暂缓起运。姑只是让户部复核，没有说一直扣着。平西将军传太子口谕，说国库复核，暂缓起运。姑只是让户部复核，没有说一直扣着。陛下，臣确曾接到太子殿下批复，粮草暂缓，无出关文书，粮车一步也出不了京。雁门关缺粮食，暂缓便是不发。将士减时守城，若澜沧援军再晚半日，关城更难支撑。太子可听见了？战场之事，谁能说得准？那便请太子殿下亲自去雁门关，对那些守城将士说一遍。澜沧乌罗奉王命驻雁门关守城，愿为此事作证。太子，平西将军，那还有何话说？父皇，儿臣只是监国视察，并无害皇叔之心。几万将士的性命，在太子口中只是失察。我不是逼你，是去雁门关问你。今日，朕也要问。几万将士的性命，在太子口中只是失察。我不是逼你，是去雁门关问你。今日，朕也要问。太子，这上条是你的批复，你可知雁门关大雪封路，粮草迟1日便难一分。儿臣知道，儿臣不是扣事复核，回陛下，尚未查出抠空。没有亏空，粮草却停在粮仓。儿臣只是谨慎，皇叔兵强马壮，雁门关也守住了。雁门关守住是将士用命，不是粮草不重要。末将在关上看着将士分亳州伤兵让饭食，若这也只是复核，末将不知什么才算误军。这些名字是雁门关守城将士与受累百姓。陛下，臣愿领调度不利之罪，
太子殿下初次监国，难免听了臣等建议。将军说主意是你出的，可押运官又说是你亲自传太子口谕。如此说来，主意是将军出的，命令是太子下的。将军说主意是你出的，可押运官又说是你亲自传太子口谕。如此说来，主意是将军出的，命令是太子下的。皇兄，这是从押粮就到截获的密信。粮草稍缓，晋王急战，军功可折。待边关老匹再以太子名义发援，功归东宫。平西将军，这是你的字迹，此信来路不明，臣不认。送信的人已在殿外。小人是平西将军府外院管事，奉命送信给南仓守吏，信是将军亲手交的，还吩咐粮草不必急，让雁门关先耗一耗。胡说！此人被人收买。晋王在雁门关，我在出京路上，澜沧兵在赶路，谁有这个闲心提前收买将军府管事？父皇，儿臣不知这封信。澜沧兵在赶路，谁有这个闲心提前收买将军府管事？父皇，儿臣不知这封信。你不知信，却知粮草被还；你不知信，却在朝中问晋王为何迟迟不胜。太子，你当真什么都不知？皇叔这是要定孤的罪。朕让你监国是让你担江山，不是让你借权谋私打压功臣。平西将军暂押天牢，等候审理。太子回东宫闭门思过，听候发落。殿下，求臣。雁门关将士，朕会厚赏；澜沧之事，朕也会给一个明白所法。明征替澜沧谢陛下。澜沧出兵是为盟好，不是为插手圣朝内政。明征替澜沧谢陛下。澜沧出兵是为盟好，不是为插手圣朝内政。侧妃，不好了，将军被下狱了。谁下的旨？陛下亲自下旨，罪名是延误燕关粮草，与太子殿下一同误了军情。柳妹妹，听说平西将军下狱了。从前你仗着父亲处处压我，如今柳家倒了，我看你还能得意几日？柳家若倒，东宫也不好看。太子殿下也被牵连，你以为我父亲下狱，你便能独善其身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们还吵？殿下，柳玉若方才还拿东宫威胁我。殿下，妾身没有。你父亲到底还瞒了什么？妾身不知，妾身是他的女儿，也是殿下的侧妃。殿下，妾身没有。你父亲到底还瞒了什么？妾身不知，妾身是他的女儿，也是殿下的侧妃。殿下，柳家这次害惨了您。够了！父皇让孤闭门思过，平西将军下狱，朝臣都在看东宫笑话。殿下，只要您还是太子，便不算输。您去认错，陛下不会真的废您。殿下，认错要认到点上。你也要教孤？妾身不敢。母后又有什么吩咐？皇后娘娘命妾封存东宫账册，等陛下查验。娘娘说东宫近来支出混乱，需查清。封账册做什么？这些账册不能拿走。太子妃要抗皇后娘娘懿令。殿下，若账册送到陛下面前，现在才怕。娘娘还有一句话，若殿下还想保住东宫，便先学会保住自己。都出去！殿下，孤说都出去，都出去！殿下，孤说都出去！娘娘，东宫支出确实不稳，为审视置办珠玉花了这么多，还有几处宅院和铺子都是太子殿下私下赏的。哼，她一个庶民出身的太子妃，倒比亲王妃还阔。这些要呈给陛下吗？呈。若本宫不呈，旁人呈上去，只会更难看。娘娘是要舍了太子妃？本宫想保的从来不是她。太子为审视花了这么多银钱，账册是皇后娘娘送来的。皇后倒比太子清醒。传太子。是。儿臣给父皇请安。你可知朕为何召你？为雁门关粮草一事，还有儿臣监国失职。东宫花在沈氏身上的银钱，比军需还痛快。父皇，这只是东宫内务。东宫内务也是储君体面。儿臣不敢，儿臣知错，错在监国不周，轻信平西将军，没有及时发粮。东宫内务也是储君体面。儿臣不敢，儿臣知错，错在监国不周，轻信平西将军，没有及时发粮。你错在把将士性命当成你与晋王较劲的筹码。儿臣绝无此心，那封信是平西将军所为，儿臣并不知细节。你不知细节，却知道拖住粮草。儿臣只是想让皇叔明白，军功不是他一人能独占。你终于说实话了。父皇，儿臣不是那个意思。皇叔威望太重，朝臣只知晋王，不知太子，
你只是觉得雁门关撑得住，你是储君，最该知道万民不是拿来赌的。父皇，儿臣还年轻，今后会改。儿臣是您的儿子，朕给过你机会，朕也是天下之主。陛下，晋王殿下已在偏殿候着。父皇，不要！陛下，可要再缓一日。再缓，便是对雁门关不公。父皇，陛下，可要再缓一日。再缓，便是对雁门关不公。父皇，今日召诸位来，是为储君之事。父皇，儿臣愿受罚。你该受罚，但罚不足以让你继续为储君。太子萧慎私德不修，处事失度，先毁两国联姻，后纵内宅不宁。监国期间，因私怨迟发雁门关粮草，致边关将士受困，百姓惊惶，不敬皇书，轻慢功臣，贬废到位，发往雁门关劳役赎过，无诏不得回京。父皇，儿臣不服。你有何不服？皇叔也有私心，他举了楚明之，得了龙狼兵力，父皇为何只看儿臣的错？龙狼兵力是救雁门关，不是害雁门关。萧慎，你若还有半分悔意，便去雁门关看看你差点误了什么。父皇真要废我，朕已经下旨。萧慎，你若还有半分悔意，便去雁门关看看你差点误了什么。父皇真要废我，朕已经下旨。殿下只是一时糊涂，我是太子妃，我要见殿下。待审视下去，太子已废，哪里还有太子妃？父皇，儿臣愿去雁门关，但请父皇保玉昭。沈氏因你入东宫，也随你去。带下去。原来真是他躲得了，太子都废了，他还能好？雁门关总算有个说法。柳家出事，你可怨本宫？妾身不敢，臣女怨自己看得太晚。父亲有罪，臣女不敢求情，只求娘娘准臣女离宫，不再给东宫添乱。如今已没有东宫了，你与萧慎缘分已尽，送回柳氏旁籍看管。只求娘娘准臣女离宫，不再给东宫添乱。如今已没有东宫了，你与萧慎缘分已尽，送回柳氏旁籍看管。臣女谢娘娘。你比沈氏清醒，可惜生在柳家。去吧。娘娘，您可还好？本宫亲手送走了儿子，你说好不好？可若不送走他，天下会替本宫受苦。王妃，他们真的去雁门关了？该去看看。那就是废太子，听说要去雁门关做劳役，也该让他看看粮草迟到是什么滋味。公主，轮仓铁骑明日回营，末将来辞行。辛苦你们，回去告诉父王母后，我一切安好。轮仓之助，圣昭会稽。晋王殿下，晋王妃，陛下病情又重了，请殿下入宫，皇后娘娘也在宫中等着。何时的事？备马。方才，晋王殿下，晋王妃，陛下病情又重了，请殿下入宫，皇后娘娘也在宫中等着。何时的事？备马。方才，皇帝，陛下在等你。皇兄可还清醒？清醒，只是不肯见旁人。晋王妃也来了。娘娘，你也进去吧，陛下点了你的名。皇帝，雁门关的事，朕已让人再查了一遍。皇兄已经给了将士交代，还不够，有些话再不说，便没记下了。晋王妃，澜苍与圣朝有盟，救雁门关也是救两国信义。信义二字，朕这些年看得不够重，慎儿成了今日这样，是朕纵出来的。他废了，储位空了，宗术之中还有可责之人。我那两个皇子病弱无才，不能承统，你比朕清楚。你是不是又想退？我那两个皇子病弱无才，不能承统，你比朕清楚。你是不是又想退？臣弟无意皇位。当年先皇属意于你，是你不肯。先皇说过，你比朕更适合守天下。皇兄是长子，继位名正言顺，臣弟只会守边。守边也是守天下。晋王妃，你说若朕传位晋王，澜苍可还愿与圣朝结盟？皇兄，此事不可这样问他。澜苍愿与守信之君结盟，若是晋王，澜苍信他，明征也信他。听见了吗？连兰堂都比你自己看得明白。臣弟若继位，朝中必有异议。外头说什么朕管不了，不能把江山交给不知轻重的人，也不能交给撑不起事儿的人。趁朕清醒，立遗诏。皇兄三思，臣弟怕担不起。
你这些年替朕守边，替朕教太子，也替朕收拾烂摊子，你担得起，只是不想担。皇帝，这一次你不能再让。殿下，雁门关的信义你也担了，如今陛下让你担天下，不能只说不愿。臣弟遵旨。皇帝，这一次你不能再让。殿下，雁门关的信义你也担了，如今陛下让你担天下，不能只说不愿。臣弟遵旨。陛下，该喝药了。宣你诏，臣妾亲自去请内阁老臣。晋王妃，今后慎儿。娘娘放心，只要她安分，晋王不会做绝。多谢。陛下深夜召臣等入宫，可是有要事？你一诏，朕要传位晋王。陛下，萧慎刚贬，此时传位亲王，宗室怕有议论。宗室之中，谁能安朝堂镇边军，让澜沧继续结盟？晋王殿下可愿接诏？陛下已命，本王不敢辞。本宫只求皇帝一事，慎儿若今后安分，求你留他一条安稳路。只要他不再生事，臣弟不会再追究。慎儿若今后安分，求你留他一条安稳路。只要他不再生事，臣弟不会再追究。诏书封存，待朕之后再宣。朝中若有异议，你们要服的不是晋王，是天下。臣等谨记。澜沧愿承认晋王殿下继位，愿与新君续两国盟好。澜沧重信，晋王殿下守信，王妃守信，澜沧自然守信。今后两国互市，边境往来，本王会亲自与澜沧商议。澜沧等候新君旨意。陛下宾天，宣遗诏吧。先帝遗诏，传位于晋王萧正安，望其守国安民，延续社稷。臣等遵先帝遗诏，叩见新君。叩见陛下。先帝遗诏，传位于晋王萧正安，望其守国安民，延续社稷。臣等遵先帝遗诏，叩见新君。叩见陛下。第一，后续雁门关将士与受累百姓。第二，南仓粮草即刻发往雁门关，不得再误。第三，澜沧援军有功，以礼送还，开两国互市之意。陛下仁厚。陛下，雁门关那边是否还要增兵？增兵，不挑衅，不撤防。陛下，你不必这样。礼不可废。本宫会留些旧人帮你，你若不想用，换了也可。太后娘娘费心，本宫累了。哀家只求一件事，每月让人送一封慎儿在雁南干的信回来，不必给哀家看好话，只要知道他活着安分。朕答应。他是娘娘的儿子，娘娘牵挂他是人之常情。你能这样说，哀家记下。娘娘，慢些。还叫不怪。奴婢以前叫公主，后来叫王妃，如今叫娘娘，总觉得像做梦。路是一步步走来的，不是梦。册晋王妃楚明征为皇后，正为中宫，协理内廷，续两国盟好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平身。朕承遗诏继位，守重安民。雁门关将士守国有功，抚恤不得拖延。若有贪墨克扣，按律严办。臣遵旨。边境百姓受战事惊扰，减免1年赋税。臣遵旨。澜沧远道驰援，圣朝铭记，两国边境设互市，商旅往来按律保护，不许军民滋扰。累吗？还撑得住。今日之后便更累。陛下也一样。从前我只守边关，如今要守的地方更多。那便一处一处守。你会帮我？我都站到这里了，陛下还问？明征，今后我们要一起守住百姓的安宁。是，陛下。